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29号，比特币价格是又跌破了2万美金。不过今天的视频要来讨论一下，就当下的位置，我们可不可以为将来的大牛市进行布局啊？因为月线比特币布林的下轨，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踩过。那今天也要用其他市场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分享，有可能这个位置真的就是一个底部。当然也不排除它如果万一再下去，我的观点是你手上也要留一部分资金，包括短线最近跟大家聊的期货的一些建议啊，你尽量要控制好仓位。昨天给的2万现在是破啊，那我的观点还是维持前面2天的不变。2万万一破，下一次买点看19300，你尽量有错的情况下止损要快一点啊。在复盘之前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NOK 返佣永久20%，或者是新的邮箱注册 Bybit 免验证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位置，它是又类似上一次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来到下轨的位置，不排除就是一个抄底的点位啊，只是没想到它反弹的力道会这么弱。那现在又压回来，我的估计还是一样，历史上它很少来到这一个下轨的位置，甚至去破下轨啊。比如说18年比特币的历史底部有踩过这一个下轨吗？没有啊。疫情爆发的20年3月份也没有踩过这个下轨，甚至去破这个下轨。那更早呢，15年没有啊，15年的这一个底部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当下的位置月线就类似前面的这种大跌的崩盘，这一根 K 线后面是有一根反弹，反弹也是很弱哦，后面是在横了3到4个月，就类似这样子来横盘，它会重心不断的感觉是要压到这个重心的低点，包括后面再反弹也是有再一次崩盘，把这个低点都给破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这个位置我们要抄底，配置一部分仓位，然后也要留一部分资金。如果还有这种低点，一部分资金到时候看要不要买，或者是有一部分资金你就等这种右侧，什么时候全部站上这一个布林中轨的时候，甚至它翘头的时候，那这有可能就是一波很大的一个牛市啊。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嘛，18年的也是这样子嘛，你要抄底有可能不会抄在最低点啊，有一部分资金等这种上去有压回的时候，这一个都已经站上这一个月线布林线中轨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一波大牛市。现在没看到啊，它这一个离这一个中轨还是非常的远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也是有一部分仓位被套啊，包括狗狗币之前买的话也是有被套啊。反正我的观点是尽量还是拿住吧。至于历史上其他的一些市场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因为也是过来人啊。比如说大陆的科技指数，前一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，有可能再跌个10%。当然，我除了一个看这个布林线下轨，还有看其他的基本面。当然，历史上我还有一个位置是当时也是在这个位置抄底，后面是被套啊，但是最终也是起来。所以一般破下轨的位置，有可能都会有这种反弹，像这种位置啊，可能也会失误啊。比如说这种位置也可能会失误，不过最终也都是起来。那其他的市场呢？美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嘛。美股其实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一般来到下轨的位置，它有可能就是买点啊。所以我的观点只是没想到这一次比特币反弹的力道会这么弱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月线啊，月线来到这个位置，尽量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长线配置一部分嘛。那日线级别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大致就这一根 K 线的支撑位哦，这个是一个多方的吞没嘛，吞没，那它开盘价的位置现在是破，这个开盘价就是这一根跌的开盘价位置，不是被这一根给吞掉嘛？那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一个收盘下跌收盘的位置，它不是就是这一个位置嘛，大约是19300，尽量看它能不能守。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MACD 指标 ，MACD 指标其实现在已经10几根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那现在不好的一点是，它整个 KDJ 指标全部在20下方的极度的弱势区。什么时候能有右侧的突破？那如果是回到23万，那我跟大家讲，有可能就是调整结束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MACD 4个小时。其实我还是偏多，你可以观察一下一个背离。2个背离，这边也是有一点背离啊，不是很明显啊。反正
MACD 指标是一直在背离，而且这一次是连 KDJ 指标也是在背离。那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短线有可能就是会有小反弹，现在已经是有反应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没的有出。